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26次跪在3摄氏度雨夜，直到膝盖淤青，转身给陌生学生汇款，却住300元地下室。这个男人到底在坚持什么？膝盖上的淤青从红色变成青紫色的时候，程毅还在泥水里。第26次3摄氏度的雨夜底线，剧组所有人都觉得够了，导演在第8条就满意了，制片人心疼的开始劝，但他摆摆手，又蹲下去检查刚才的表演角度。我觉得情绪还没到极致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可笑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谁还会为了一个镜头跪3个小时？谁还会在意什么极致？可能只有那些还没被这个行业彻底同化的人。11年前，程毅住在横店月租300元的地下室，那时候他也跪过，为了30秒的太监戏份，提前2小时到片场练走位。夏天40度，厚重戏服，一等衣12个小时。现在想想，那种执拗好像从那时就开始了。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也没人关心。这个圈子变化太快，今天的顶流明天可能就是路人，今天的新人明天可能就是顶流。大家都在赶时间，抢资源，刷存在感，谁还有耐心去雕琢什么表演？但程毅好像活在另一个时空里。的某个深夜，他给湖南怀化一所中学汇去了资助款，用的是工作人员的名字，特意嘱咐不要透露身份。5个孩子，其中1个患有先天性耳聋。这种事在娱乐圈不算稀奇，做慈善的明星多的是，关键是要让媒体知道，要上热搜，要有回报。但他偏偏要匿名。校长后来说，这个演员每年春节都会手写鼓励卡片，字迹工整，话不多。这种老派的做法，在微博时代显得格格不入。琉璃让他火了，按理说该享受一下成功的滋味，该住豪宅开豪车，该让所有人知道你翻身了。但他还是住公司安排的普通公寓，还是在长沙那个菜市场买菜。摊主阿姨认识他很多年，这孩子从小就这样。50元的白 T 恤，全年私服费用不超过2万。粉丝开始在机场接机，开始跟车。长沙机场那个视频里，他停下脚步，表情严肃的像个班主任。你们这样跟车很危险，如果我坐的车出事，你们父母该多担心。他等到所有人都坐上正规出租车才离开。这种较真，在这个什么都可以炒作的时代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莲花楼杀青那天，他给每个技术部门都送了手写感谢卡，给5行团队买护具，记得场务组每个人的饮食禁忌。摄影指导说，这种细节上的用心让整个剧组创造了零工伤记录。听起来像童话。在一个连基本职业素养都成为稀缺品的行业里，他的这些举动显得过于理想化，甚至有些不合群。沉香如屑拍摄期间，他腰椎间盘突出，医生说要卧床2周。第2天，他绑着护腰回到片场，不是因为敬业，是因为怕耽误数百人的进度。这种想法在今天听起来像是来自上个世纪。澳门国际电视节上，他拿了金莲花奖。台上感谢幕后团队的时候，很多人想起了那个雨夜，26次跪的，每一次膝盖都结结实实砸在地上。观众看到完美的镜头，看不到凌晨3点他靠墙角眯10分钟，看不到他连续工作38小时的执念。关于他的传说在圈内流传，人形剧本标注的密密麻麻，会提前背熟所有对手演员的台词。永不断电张雨绮说她每天只睡4小时，却永远是片场能量担当。这些传说在社交媒体上被粉丝津津乐道，被包装成励志故事。
但真相可能更简单，他只是还相信一些过时的东西，比如认真，比如尊重，比如对得起这份工作。中戏的老师记得，毕业时他说过，演员就该活在作品里，而不是热搜上。现在他做到了，虽然代价是在这个浮躁的行业里显得有些另类。那些年在横店的等待，3摄氏度雨夜的26次跪的，悄悄汇出的助学金，菜市场里认真挑选的蔬菜，这些构成了一个演员在商业化浪潮中的坚持。也许这种坚持在很多人看来是愚蠢的，也许他只是还没有被这个行业彻底改变。但在一个什么都可以被消费，什么都可以被包装的时代，这种朴素的执拗反而显得珍贵。不知道这样的人还能坚持多久？谁能想到古偶专业户程毅，看起来很呆萌很佛系，居然是个热心肠啊！这部小苏考古到程毅早期的故事，其中就有他2则劝架的故事。程毅喜欢钓鱼，所以不忙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钓鱼。现在忙了，钓鱼工具都不知道放哪里了。早先有一次，程毅去钓鱼，然后看到2个大爷为了位置打起来了。程毅赶紧过去劝架，连喊别打了别打了。是不是有点梦回台湾偶像剧经典的台词，别打了，你们都别打了啊。除此之外，拍摄电视剧《莲花楼》的时候，这边程毅穿好剧服，正小跑赶着去拍戏呢。结果偶遇场务打架，程毅果断停下脚步，直接上手用力拉人，阻止打架。这次热心市民傅先生喊的是别打架别打架，因为实在是着急拍戏，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催促，不得不赶紧走。但是不放心的程毅还回头看，知道确定没有继续打架了，然后才放心的跑回去上班了。有人说人品的贵重是体现在细节里的，程毅就是如此。当时这个视频还可以在网上找到，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。或许有人会问小苏，为什么不说热心市民程先生呢，而说傅先生呢？那是因为程毅只是艺名啊，程毅的原名很好听，叫做傅诗琪，所以是傅先生啊。当然，如果按照当时正在拍摄电视剧里的李莲花李香怡，大家也可以称呼他为李先生。还有粉丝帽子掉了，程毅捡；粉丝鞋子掉了，程毅弯腰捡，嘴里还念叨着鞋。粉丝手表掉了，还是程毅捡的。除了粉丝外，程毅还会主动给外卖小哥让路。在剧组，程毅会帮助群演扶稳道具、托举门帘、递剪刀时刀柄朝外等细节也是广为流传。程毅的这种热心、周到和尊重，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性之光。这样的热心市民，必须点个赞啊！